不是只有女生有情绪，打破性别迷思。你最后一次看到一个男生哭是什么时候？是在国小时，那个被老师骂得满脸通红却憋着不哭的小男孩，还是某部电影里那个英雄在失去挚爱后终于流下一滴泪？或者你根本想不起来了，不怪你，因为我们的社会早就教导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就算情绪满到眼眶也要吞下去。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背后的代价是什么？当女生掉眼泪时，旁人会说她只是太难过了。当男生掉眼泪时，有些人却说你怎么那么娘？为什么情绪这件人类最基本的经验在性别面前会变得不公平？为什么男生不能痛快的难过、崩溃，或只是单纯的说我不行了？谁说男生就要理性？你是男生，不能这么软弱。哭什么哭？像女生一样坚强点，不然以后怎么保护别人？这些话你是否从小听到大？或许你甚至也说过。我们从很早就用一句话把情绪从男生的生命里剥夺，结果是什么？他们学会了怎么生气，但不会表达失望。他们能说我很烦，却不敢说我很伤心。他们用沉默、冷漠、嘲笑、打电动来掩盖情绪，因为说出来会被认为是没出息。但问题是，压住情绪并不会让它消失，只是换个方式爆炸。现代生活实例，情绪背后的男人们：一，我没事的人杰，婚姻里的沉默火山。人杰是一位工程师，逻辑清晰，做事稳重，是朋友圈里的理性代表，但他的婚姻却走到了冰点。老婆说他冷漠，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好像在跟一堵墙讲话。人杰也很委屈，我不是不爱他啊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说。他的童年教会他，男生不要太多话，不能太情绪化，但他不知道这份理性变成了感性的绊脚石。他不是没有情绪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让他有出口。二，我就这样啦的志伟，在兄弟面前不能哭。志伟是健身教练，外形硬汉，但内心其实敏感。他失恋后照样每天举铁，开直播，像个没事人。有天朋友问他，你真的都不会难过吗？他笑笑说，哭，我哪像你们那么多戏。但没人知道，他晚上会在车里放那首两人以前听的歌，一边咬牙一边忍住眼泪。他不是不难过，只是不敢在别人面前难过，因为他怕一哭了朋友会觉得我很弱。三，我只是比较闷的正奇，压力山大的青春期。正奇是国中生，功课好，爸妈常说你是哥哥，要做榜样。每次考不好，他就一句话都不说，直到有一天他在教室突然怒吼，摔烂了一支笔。老师叫来家长，妈妈第一句话竟然是，我儿子不会有情绪问题的，他很冷静。但这就是问题，不让情绪表达的人，最后会被情绪淹没。打破性别迷思的三个真相：一，情绪不是女生的专利，是人类的基本配备。悲伤、害怕、愤怒、羞愧、失落、快乐、兴奋，这些都不是因性别而异，而是因为你是人才会有。没有男生版本的情绪或女生版的情绪，只有你愿不愿意去接纳自己的情绪。就像肚子会饿一样，心也会痛，
就像感冒会咳嗽，情绪也需要释放。2，不表达情绪不代表你就更成熟。很多人以为压得住情绪代表成熟，其实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哭不闹，而是你知道自己在难过，能诚实面对，并知道怎么处理。如果你只能用生气来包装悲伤，或只能用冷漠来掩饰焦虑，那不是成熟，是卡住。成熟的人不是没情绪，而是能和情绪和平共处的人。3，感受情绪不会让你变弱，反而让你更强壮。你越压抑情绪，情绪就越控制你，但你越能看见、接纳情绪，就越能做出选择，不被牵着走。一个能说出我现在有点委屈，这让我觉得很焦虑，我需要一些空间的人，比那个什么都不说却暴怒、冷战或闷坏自己的人更强大。因为情绪说出来才有出口，压下去只会变炸弹。让男生情绪自由的时代正在到来，但需要你一起。你可能会问，难道男生以后都要像女生一样爱哭吗？这问题本身就反映了我们对情绪的刻板印象。真正的平衡不是男生变得像女生，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诚实地做自己。我们要的不是多点眼泪，而是少点羞耻感。让一个男生可以说我难过，而不觉得丢脸。让一个爸爸可以对孩子说我今天压力很大。让一个男学生可以在考不好时说我觉得自己很没用，而不会被笑。这才是真正的情绪自由，也是健康生命的开始。结语，打开情绪的那把钥匙，或许就在你心里。你可能不是那个从小被允许表达情绪的人，你可能也曾压抑、逃避、扮演坚强太久，但好消息是，你可以重新选择。打破迷思的第一步，不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允许自己诚实地问一句：我现在到底感觉怎么样？这个答案不分性别，只关乎你愿不愿意靠近真正的自己。